2025年6月初的一个清晨，俄罗斯西部边境的天空传出一阵轰鸣，随后，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乡间出现了浓浓黑烟，一架俄军战机坠毁燃烧，残骸四散。让人震惊的是，这起事件背后据称是乌克兰空军的功劳。有消息指出，乌克兰首次出动了新到货的 F-16战斗机，击落了一架俄军先进的 Su-35战机。如果这消息属实，那将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首次由乌克兰飞行员驾驶西方战机在空战中击落俄罗斯有人驾驶的军机。一时间，国际舆论哗然，这场历史性的空中交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为了理解这次空中胜利的意义，我们得先从乌克兰获得 F-16战机的经过说起。长期以来，俄罗斯空军的战机在战场上对乌克兰形成压制。乌克兰本身拥有的战机多是苏制老旧机型，无论数量还是技术都处于劣势。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乌克兰自2022年起就积极争取西方先进型战机的援助。经过漫长的外交协商和盟友内部讨论，直到2023年底，几个北约国家才同意提供 F-16给乌克兰。F-16是一种美国制造的多用途战斗机，敏捷灵活，绰号毒蛇，具备先进的航电设备和空对空作战能力。在西方教官协助下，乌克兰飞行员加紧培训，很快学会驾驭这种全新系统。2024年夏天开始，第一批 F-16陆续交付乌克兰，之后又有数批进入役。在正式投入前线前，乌克兰空军秘密地进行了多次测试飞行和战术演练，为的就是在实战中取得奇袭效果。时间回到2025年6月7日清晨，地点在俄乌边境附近的库尔斯克州方向。乌克兰国防部当天通过通讯软件发布消息，宣称乌克兰空军在库尔斯克方向成功击落一架俄军的 Su-35多用途战斗机。Su-35是俄军现役先进的第4代半战机，性能强大，机动性极佳，被视为俄空军的空优主力之一。乌方公布了一段由无人机拍摄的空中影像，画面中一团正在燃烧的残骸清晰可见。由于事发地点接近俄乌边界，残骸燃烧的位置极可能位于俄境内不远处。消息一出，人们不禁要问，乌克兰究竟是如何在俄罗斯境内击落一架如此先进的战机的？官方通报相当简短，只说这是一次成功的空军行动，却没有说明具体使用了何种武器或手段，这反而吊足了外界胃口，各种揣测瞬间满天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种说法是，这架俄军战机是被乌克兰的 F-16给击落的。如果属实，这将意味着乌克兰空军的 F-16完成了他们在俄乌战场上的首次空对空击杀。一些媒体甚至用上了历史性时刻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仿佛见证了现代版以弱胜强的空战传奇。也有观察人士指出，Su-35战机很可能是在追击乌克兰的无人机或巡飞弹时不小心接近了边境，结果遭到埋伏已久的乌军武器击落。无论如何，坠机的事实几乎无法否认，连俄方本地社交媒体都有人贴出了坠机地的照片，表示飞行员弹射逃生，生还被救。因此，这场空中交锋并非空穴来风，但它背后的真相还有待抽丝剥茧。尽管乌克兰方面没有明说，但许多人直觉推测，这次击落功劳属于 F-16战机。一时间，国际军事圈展开了技术细节的大猜想。首先， F-16本身具备强大的空战能力，能发射美制 AIM-120先进中程空对空飞弹，射程可达100公里左右。如果乌军 F-16在靠近边境的上空执行巡航任务，完全有可能在不进入俄领空的情况下，远距离锁定并攻击靠近边境的俄军战机。据称，不久前就有目击显示，乌克兰的 F-16曾挂载 AIM-120飞弹执行任务，甚至返航时腋下少了一枚飞弹，让人联想是否已经开火击退过敌机。如今 Su-35坠落，更让人怀疑乌军在进行一场精心策划的空中伏击战，先派出无人机或诱饵跨境骚扰，逼得俄军出动战机拦截，再由伏击圈内的 F-16突然发射飞弹，远距离将其击落。另一种可能则是地对空飞弹系统立下战功。乌克兰近年来获得西方的先进防空系统支援，其中包括强大的爱国者飞弹。
爱国者防空系统对高速战机也有一定威胁。如果乌军将爱国者机动部署到边境附近，捕捉到低空飞行的SU-35，也可能一击奏效。有军事专家分析，由于SU-35具备极佳的机动性能，要用地对空飞弹击落并不容易。它可以通过高速机动来躲避飞弹，但如果这架SU-35当时飞行高度不高，且没有预料到会有远程飞弹来袭，就难以及时摆脱锁定。此外，乌军还有一些升级过的苏制 S-300防空系统，也能对付中高空目标。所以究竟是 F-16 战机发射 AIM-120 空对空飞弹斩获了这一胜利，还是爱国者等防空武器跨境狙击成了本案的一桩谜团？这种云遮雾罩的效果也许正是乌克兰乐见的，因为让对手摸不清门道，往往比直接摊牌更让人忌惮。面对这场可能改写战争空中态势的胜利，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官方反应却都相当克制。一方面，乌克兰方面高调宣布击落消息，但对于采取何种手段保持缄默。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仅用简短一句话对外宣称：今晨我们在库尔斯克方向击落了一架俄军苏-35，除此之外别无细节。这种语焉不详其实别有用意，既是向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展示战果，提振士气，同时也避免透露战术细节，继续让敌方陷于猜疑。毕竟如果是 F-16 首开战果，过早曝光细节，可能招致俄军报复性的猎杀这些宝贵战机，倒不如保持一点神秘感，让俄方战机今后不敢靠近边境。另一方面，俄罗斯官方对此事几乎只字未提，俄国防部在事件后未发布任何声明，仿佛没发生过这回事。但熟悉俄媒的都清楚，通常这种情况不是没发生，而是不愿承认。事实上，在俄罗斯的军事爱好者圈子里，已经流传开这架SU-35坠毁的消息。有亲俄的网络频道指出，飞行员成功弹跳逃生，随后被搜救人员寻获，性命无虞。至于坠机原因，俄方舆论有的归咎于技术故障，也有含蓄承认是遭到防空火力击中，但大多避谈乌克兰 F-16 这个敏感词汇。毕竟，如果连自己国土上空都被敌方战机猎杀，对俄军航空兵的士气和国内舆论都是巨大打击。俄罗斯军事布洛克对此三缄其口，也可以理解。与其承认被敌军战机打下来，不如让外界去猜想是运气不佳或其他原因导致坠机。不论苏-35坠落的直接原因是什么，这一事件都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首先，它昭示着俄乌战争的空中态势可能正发生微妙转变。长期以来，俄罗斯空军仗着技术和数量优势，几乎掌控了战场制空权，乌克兰的飞机很难深入前线。然而随着西方现代化战机加入乌克兰空军序列，俄军飞行员头上的天空不再是绝对安全的后花园。如果真是乌克兰 F-16 击落了苏-35，象征意义甚至超过战术价值。这意味着乌克兰飞行员驾驶着北约战机，成功击败了俄军王牌装备，让俄罗斯多年来引以为豪的空中优势首次受到挑战。即便只是一次战术机遇下的个案胜利，也将极大鼓舞乌克兰军民的信心，证明只要装备得当，战术得宜，俄军并非不可战胜。对俄方而言，这更像一道警钟，以后俄军战机在边境附近活动时，势必要更加小心谨慎。不论对手用的是 F-16 的空对空飞弹，还是地面防空火力，都意味着他们不再能肆无忌惮地在靠近乌克兰的领空巡航。有分析指出，这可能迫使俄罗斯今后把空中巡逻线往后收，减少在前线临近空域长时间盘旋，改用更保守的战术，而这种转变将进一步削弱他们对战场的及时反应能力。此外，俄方过去曾经强烈反对西方援助乌克兰 F-16， 甚至暗示 F-16 可以挂载核弹，如果出现在乌克兰，将被视作核威胁。如今这些战机真的投入实战并取得战果，俄罗斯方面虽不会因此改口承认什么，但内心的警惕势必增加。从战略上看，乌克兰获得先进战机只是迟早的事，俄罗斯未来若想重新掌握绝对制空，可能得投入更新锐的机型或更多远程武器，空战层面的博弈将更趋激烈。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在获得 F-16 后也付出了代价。在前期的实战测试中，已有数架 F-16 折损在俄军强大的防空火力之下。有报道称，早在2024年8月，
乌军就损失了一架刚服役不久的 F-16，后续在2025年春天又有数架遭击落。这提醒着人们 ，F-16虽先进，数量却有限，每损失一架对乌军都是沉重打击。因此，这次能击落萨友35，某种程度上也是乌克兰空军以高风险换来高收益。从长远看，随着更多西方战机陆续到位，乌克兰或许能逐步封锁自家领空，不再任由俄军战机与导弹横行。但在达到那一步前，每一次空中胜利都格外珍贵，同时也隐含升级对抗的危机。就在天空中上演 F-16首胜戏码的同时，另一个更为可怕的阴影在地面酝酿，那就是有关乌克兰核武器的传闻卷土重来。战争进入第2年，多数人原本关注的是前线攻防态势，然而国际媒体和情报圈却开始出现一些惊人的声音。乌克兰可能在秘密考虑重启核武计划，甚至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制造出核武器。这样的说法让许多人倒吸一口凉气。毕竟，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乌克兰一直被视为无核国家，还是防止核扩散的成功案例。如今是谁在散布这类传闻？背后有什么动机？它又能有多少可信度呢？我们不妨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来剖析。乌克兰与核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苏联解体之初。1991年底苏联瓦解时，乌克兰境内遗留了大量核武器，包括数千枚核弹头、一整套战略核打击系统，让当时的乌克兰一跃成为世界第3大核武国。但是乌克兰选择了放弃。通过1994年的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乌克兰同意将所有核武器送交俄罗斯拆解。作为交换，美国、英国和俄罗斯承诺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其安全提供保障。这在当时被视为防止核扩散的典范，也是乌克兰向西方示好的重要一步。然而，历史的讽刺在于，2014年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这些行为正是来自当初签署保障承诺的俄罗斯。乌克兰人发现，当年用核武换来的保障竟然是一纸空文。随着战争的残酷展开，乌克兰国内难免出现一种声音：如果当年没有交出核武，俄罗斯还敢这样胡作非为吗？这种契合之痛成为社会舆论中的隐痛。一些政界人士和舆论领袖虽然没有公然鼓吹重启核武，但也开始强调要加强国防自主，其中隐含的意思不言自明。乌克兰再也不想任人鱼肉，如果国际条约不能保护我们，也许必须自己寻求终极保护手段。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乌克兰可能谋求核武的种种说法开始浮现，其中既有俄罗斯方面的蓄意宣传，也有西方媒体的惊人报道，还夹杂着种种军事专家的推演。首先，俄罗斯早在全面开战前就频频渲染乌克兰核威胁。2022年初，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把战争合理化的理由之一就是声称北约在扶植乌克兰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核武器。俄方媒体甚至指控乌克兰在研究脏弹、放射性突兀装置等非常规武器。这些指控后来被国际机构调查证实缺乏证据，基本被视为俄方的宣传手段。但不可否认，俄罗斯通过重复这类论调，已在部分民众心中埋下印象：乌克兰一旦有机会，说不定会搞核武来对付俄国。因此，当日后再出现乌克兰核武传闻时，俄国受众更倾向相信其真实性，甚至认为俄罗斯的入侵是为了阻止一个潜在的核邻国诞生。其次，西方媒体在2024年也爆出过震撼消息。英国《泰晤士报》当年11月援引一份据称为乌克兰国防部准备的简报文件称，若美国在未来停止对乌军事援助，乌克兰可以在数月内开发出一种简易核弹头。报道称，乌方将利用本国核电站的用过燃料棒提取部来制造核装置，绕开繁琐的浓缩铀程序。该简报还语出惊人地表示，美国在80年前的曼哈顿计划中都能造出原子弹，80年后乌克兰要制造一枚简单的原子炸弹并非难事。据说这份文件出自一家有影响力的乌克兰军事智库，原本准备在一次高层研讨会上提交，引发参与者思考。一旦这消息传出，立刻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因为这等于是乌克兰内部在讨论一个可能的核选项，而且时间表以月计算，给人的紧迫感和震撼度极高。再次，
乌克兰领导层本身也有过让外界警觉的言论。2024年10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布鲁塞尔出席欧洲峰会时就曾语惊四座地表示，如果西方继续迟迟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那乌克兰可能别无选择，只能寻求恢复核武器库作为自身保护。他几乎是公开放话，要么乌克兰拥有能作为保护伞的核武，要么就必须成为某种联盟的一员。这番表态立刻引发欧美外交圈的紧张，许多人对一个遭受侵略的国家萌生核念头表示理解，但也深感不安。当然，乌克兰官方随后多次重申，乌克兰遵守不扩散核武条约，没有研发或寻求核武的计划。甚至在《泰晤士报》报道出街后的隔天，乌克兰外交部就出面辟谣，强调乌克兰不打算违背国际承诺去追求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但这些辟谣在阴谋论者眼里往往被当作此地无银300两，因为从动机上分析，乌克兰确实有理由对核威慑力产生兴趣。当常规战争面对核大国侵略时，手里若有核武，至少可以让对方有所忌惮。冷静分析来看，目前关于乌克兰秘密发展核武的各类传闻多半言过其实，其可信度普遍不高。首先，从实际能力角度，制造核武器绝非易事。乌克兰虽有核能产业基础，运行着多座核电站，也拥有一批受过苏联时期核技术训练的科学家，但这与迅速造出可用的核弹头并非同一概念。研制核武需要完整的浓缩或再处理设施，需要极为机密的研发场所和试验，更需要远离国际监督的操作空间。乌克兰作为不扩散核武条约签署国，一直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其境内的核材料动向有严格记录，每一克高浓缩铀或土的流向都难逃监察。若要在这种透明环境下偷运用过燃料棒去提炼武器级部，风险极高。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被国际间谍卫星或现场核查发现，后果将极其严重，不但会失去国际援助，还会背上违反国际条约的骂名。其次，从政治现实考虑，乌克兰目前高度依赖西方军援生存，根本没有诱因去激怒支持自己的盟友。西方国家，尤其美国和欧盟，对防止核扩散有着高度共识。如果乌克兰胆敢私下研制核武，不是给自己的盟友难堪，也可能导致援助中断。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西方不希望看到战争升级到核层面，才愿意投入常规军事资源帮助乌克兰自卫。乌克兰若一意孤行搞核计划，实际上是在自毁长城，外交上得不偿失。那么前述那些耸人听闻的说法要如何解读呢？例如《泰晤士报》提及的内部简报，很可能是乌克兰某些智库学者从理论上提出的极端情境推演，用以警示决策者和盟友。如果细读那报道，就能发现他把时间点特别选在美国军援停止的情况下，而这正对应美国2024年总统大选后可能出现的局面。一旦某些国家因内政因素放手不管乌克兰，基辅当局也许真会被逼上绝路，考虑核选项。换言之，这更像一种策略性的声东击西，通过媒体把这种最坏打算放出风声，一方面提醒西方不要轻言弃乌，否则后果可能包括核扩散；另一方面也警告莫斯科，不要以为乌克兰永远任人宰割，如果真有朝一日逼急了，兔子也会咬人。但至少在2025年中期以前，这还停留在口头和纸面上，并无任何迹象显示乌克兰实地展开了违约的核研发工作。核武传闻背后其实是国际地缘政治在博弈。对俄罗斯而言，乌克兰变成有核国家简直是噩梦般的场景。这不仅意味着俄军侵略再也不可能肆无忌惮，更会诞生一个亲西方的核武邻国，颠覆整个东欧战略平衡。正因此，俄罗斯才千方百计渲染乌克兰拥核威胁，一方面为自己的战争行为找借口，声称先发制人；另一方面也向西方传递恐吓信息，试图阻止西方在常规武器上对乌克兰的支援。例如，含沙射影说援助 F-16等于支持乌克兰具备投射核弹的能力。然而，俄罗斯本身又在各种场合挥舞核大棒，包括宣布在其盟国白俄罗斯境内部署战术核武器，动辄放话必要时不排除动用核武。这种双重标准的操作
实际上是想用核恐惧来压制对手，却又不愿别人挑战自己的核垄断地位。对乌克兰而言，重新考虑核武问题反映出一种无奈与决绝。在经历了流血战争和盟友援助的变数后，他们深刻认识到国际承诺有时靠不住，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己。核武器被认为是侵略者不敢造次的终极保障，因此哪怕明知走上核道路会成为世界焦点，付出巨大代价，仍有一些人在幻想这是保卫国家最后的法宝。不过乌克兰政府当前的精力显然还是集中在打好常规战争上，他们清楚离真正逼不得已动那张核牌还有很长距离。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稳住国际援助，重创侵略军，收复领土。如果战场上节节胜利，又何须真的去碰那禁忌武器呢？除非未来国际局势出现大变，比如西方支援断绝，战争陷入绝境，否则核武传闻多半只是一种策略，吓阻和舆论筹码。战争年月，谣言与阴谋论如影随形，有关乌克兰核武的话题自然也孕育出不少惊悚的推测。在信息真假难辨的乱局中，我们不妨了解几种流传较广的说法，以增进对整体情势的认识。一种阴谋论猜测，乌克兰其实早已为重启核武做好准备，甚至有人怀疑当年苏联遗留下的某些核弹头并未全部运走，乌克兰暗中保留了一点技术或材料底子。这种说法乍听刺激，但事实上毫无根据。九国年代的核销毁过程极为彻底，美俄专家共同监督，乌克兰几乎不可能偷藏成品核武。但阴谋论者往往不在乎细节，他们宁可相信基辅某处的地下室中就存放着1-2枚退役核弹，等危急时刻拿出来翻新使用。也有人把目光投向国际黑市，臆测乌克兰或许能通过秘密管道从其他核国获取关键材料，甚至直接取得现成的战术核武器。譬如有极端的说法是，假设某个同情乌克兰的国家暗中转移给他1-2枚核弹，以备不时之需。这种情节听起来更像电影剧本，真要实现的可行性微乎其微。因为任何核武器的移转都瞒不过全球情报网的眼睛，各国政府也不敢铤而走险干这种事。还有一种来自俄方阵营的阴谋论，则是把乌克兰描绘成一个危险的投机者。他们声称乌克兰可能准备自导自演脏弹事件，也就是引爆一个放射性装置，嫁祸俄罗斯，以激怒西方深入介入。这个说法在2022年底曾一度被俄外交部高调提出，闹得国际原子能机构派人去乌克兰实地调查核设施，以澄清并无所谓脏弹计划。最终调查证明那只是俄方的无端指控，但它暴露出俄罗斯方面的套路，一旦战场形势对己不利，就抛出对手准备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剧本，转移注意力。乌克兰当局对此嗤之以鼻，并强调他们既没有也不会使用这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下三滥手段。总的来说，无论是乌克兰暗藏核弹的传闻，还是俄方声称的乌克兰脏弹阴谋，目前都缺乏实质证据支持。我们可以把这些传闻视为战争辅助剧本的一部分，他们或是用来宣传自身正当性，或是吓唬对方和观众。但在瞬息万变的战争环境中，也不能完全排除某些传闻有一天成真的可能性。历史上不少惊天计划刚开始听着像天方夜谭，最后却真的发生了。因此，保持理性怀疑态度，同时密切关注局势发展，是面对这类阴谋论的最佳策略。当我们把目光从当下投向未来，可以发现乌克兰战场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先进战机的现身让局部态势出现变数。乌克兰的 F-16 在经历此次惊险而成功的实战后，势必将投入更多战斗岗位。未来几个月，随着乌克兰飞行员技战术愈发娴熟，也许我们会看到更多大胆的空中行动。或许哪天又传出哪架俄军战机在边境附近被击落，那时大家恐怕不会再这么惊讶了。西方盟友也将从中评估 F-16 的实战效能，如果证明有效，提供更多军援的可能性会提高。然而伴随而来的是俄罗斯的反制，俄军绝不可能对此趋势坐视不管，他们可能加强前线防空网密度，研发新的干扰和诱饵来对付空对空飞弹，甚至出动更新锐的战机或远程导弹来压制乌军空中力量。空战领域的军备竞赛可能因此升级，战场态势更趋复杂多变。另一方面，
核武议题的幽灵依然徘徊不去。虽然现阶段乌克兰拥核的可能性不高，但这个话题已经被摆上台面，成为影响各方战略计算的一个潜在因素。如果明年国际政治发生变化，比如美国新政府对援助乌克兰态度生变，或者欧洲内部出现厌战情绪，乌克兰的处境将变得更为险恶。在那种极端情况下，不排除乌克兰真的会考虑破釜沉舟，用寻求核威慑的方法来确保国家生存。一旦出现那样的苗头，国际间势必要展开新一轮博弈与谈判，或许会出现某种危机谈判。一边是俄罗斯以最强硬方式警告核红线，另一边是西方试图说服乌克兰放弃念头，并提供其他安全保障。那将是非常危险的时刻，全世界都将屏息以待，生怕一着不慎酿成无可挽回的灾难。当然，我们也可以抱持一种更乐观的未来途径，那就是在西方持续军援和乌克兰军民奋战下，战场形势逐渐扭转，俄方认清继续侵略只会自招更大损失，最终不得不寻求停战协议。如果能达成一个公正的和平，并对乌克兰的安全做出可信保证，那么乌克兰重启核武的念头将失去必要性。毕竟，没有任何国家真心希望踏上核扩散的不归路。一旦安全能靠集体保障实现，乌克兰仍愿意做一个负责任的非核国家。而届时，西方战机留在乌克兰天空将不再是为了战斗，而是为了守护和平。总而言之，从乌克兰 F-16 首次击落俄军战机，到关于乌克兰核武野心的种种传闻，这两件表面迥异的事件其实都指向同一个核心：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技术和决心如何改变博弈。前者展现的是一种以巧取胜、扭转战局的勇气和能力，后者折射的则是在绝境中寻求生存的决绝和绝望。未来的道路上，乌克兰将继续在大国夹缝中求生，不断试探着可能的胜机与红线。世界也将继续见证，在高科技武器和地缘政治阴影交织下，人类是否能避免冲破理性的最后防线。希望最终我们听到的将是和平降临的消息，而非蘑菇云升起的轰鸣。战火终将熄灭，唯有历经磨难的人们才能真正体会和平的可贵。让我们期待那一天早日到来。